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家庭种菜栏目。菠萝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如果在家能自己种出菠萝来，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无穷的乐趣。今天这个视频就带着大家从一个吃剩的菠萝头开始，一步一步到一个全新的菠萝诞生，感受菠萝的生命旅程。准备一个吃剩的菠萝头，切去一些残余的果肉，拔掉底部的一些叶子，留下大概3至4厘米的根部，把它放在一个矿泉水瓶里，水培生根。一些菜友称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直接把它插进土里生根。以我个人的经验看，不建议那么做。先水培后转移到土壤，成活率会更高。菠萝头的根部已经很长了，由于5月份后我们这里的气温已经很高了，所以菠萝的长根速度非常快。菠萝头的根长到这么长，要及时把它们移栽到土里了。我用的是我们这最常见的沙土，没有加任何肥料，作为菠萝头的种植介质。菠萝植株长大了很多，叶片也长了不少。这个小小的种植盆难以为它的后续生长提供更多的支持了。由于我当时是住在只有一个小阳台的楼房里，于是我把这颗种在小盆子的菠萝拿到我妈家去，将它种在一个上口径为35厘米、深度为35厘米的种植盆里。移栽前，我用的仍然是我们这最常见的土壤沙土，没有加任何底肥。不过建议大家如果也种植的话，还是要加一些底肥的。移栽到大盆的2个月后，菠萝植株长大了很多，虽然一直没有追过肥，但似乎它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这段时间，我妈每个月有浇1-2次腐熟的人粪尿。经过一个冬天，菠萝的一些老叶子有稍稍被冻坏了一点点，不过春暖之后，能很明显看到菠萝植株的顶部长出了一些绿色的新叶子。这一年新长出来的新叶子生长得非常迅速，而之前被冻坏的老叶子也不像冬天时那么黄了。菠萝植株长得非常巨大了，而且长这么久以来，它是什么虫子都不招惹，这一点让人很省心。菠萝开花了，菠萝的花是红色的，将来这朵花将变成菠萝果实。这个冬天是我们这里最近几年来最冷的一次，所以菠萝的叶子也被冻得变红了。植株好像没什么变化，但仔细看的话，能看得出来菠萝的花开始要独立向上生长了，植株上的叶子也展现出要返青的趋势。我在这个时候为它们补充了蚯蚓粪肥，并且其后每个月补充1次。菠萝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菠萝果实。菠萝的果实越来越大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菠萝植株也渐渐变回了绿色。剪去一些早期的老叶子和一些长得很长已经垂到地上的叶子，剪完后植株变得通透了不少。菠萝已经完全变黄了，这是已经完全熟透的菠萝了。我们市场上买到的菠萝，商家考虑到运输、销售等环节需要时间，所以他们采摘时，菠萝并不是完全熟透的菠萝。把它采收下来，
称一下重量：0.68千克，1.36斤。切开试吃一下，非常甜，不会像超市买到的菠萝那样有点涩。不用放盐浸泡菠萝，菠萝吃起来也非常容易入口。好了，自己在家用菠萝头种植菠萝的全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各位菜友，你也赶紧动手试试吧。视频的结尾需要说明一点，菠萝是热带作物，遇霜冻容易冻死，它的开花结果需要一定量的温度积累，因此露天种植菠萝在我国仅有华南的几个省份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的南部能满足条件，其他地方的朋友可将菠萝种植成盆栽，冬天采取搬到室内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以延长菠萝植株的生命，甚至试试让它开花结果。